这是我用 AI 生成的故事画面，同一个角色10几个镜头，但在2个月之前呢，我生成画面长这样，每张脸都不一样，根本串联不起来。差别在于哪里呢？我找到了一个方法，能让 AI 记住角色的脸。Hello， 我是莹莹。我过去4到5个月呢，一直在研究如何让 AI 生成的每一张图片呢，角色不要一直换脸，然后故事呢又要有一定的连贯性。你可能有个很棒的故事想要制作成短片，但是呢，打开圣图工具呢，你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那个故事呢就躺在你脑中好几个月。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今天会带你走一次，从故事、角色设定、分镜表，然后生成图片，跟着做一次你就知道怎么开始了。那在开始之前，先讲一个核心概念：为什么 AI 每次生成角色都会不一样呢？答案是它不会记得上一次生成的内容是什么，它每一次生成都是独立去计算的。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锚点，一些不会变的特征，让它每次生成呢都是能抓住这个特征去生成你要的图片。好的，我们直接开始吧。我用的是 Gemini Gen 里面装了我设计的 MSA Y1 大师级分镜师系统。第一步就跟他 say hi， 然后它就会显示这个对话，讲说我是你的 AI 分镜师，已经准备好将你的创意具象为专业的影像脚本了。你呢要告诉他3件事情：第一个，你的故事；第二个，片场；第3个，你想要的风格。我今天用的是一个500字的科幻短篇小故事，叫做《霓虹回圈》。讲的是一个骇客少女被困在某个时间里不断的重复。贴上故事，然后告诉她你要的片长，我的设定是90秒。风格的话，我要 3D 动画电影。这边的话，我会选择思考性，因为我觉得思考性比起怪杰啊，它能想的更多，外加能提供的东西也更仔细。那它就会开始跑。MSI One 呢会自动帮你解析故事，然后产生一些基本设定，像是风格是你刚刚指定的，然后时代跟世界观的话是它依照你的故事去设定的。那它给我设定的话是赛博朋克的城市中的雨夜氛围。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角色设定。你看 MSA Y1 帮我的主角莉亚设定了2个锚点。第一个锚点是左眼下方有一道细长的浅色疤痕，然后锚点2的话是鲜黄色高科技材质雨衣，半透明的。这些特征会被写进角色镜头提示词里。AI 每次生成都会参考这些锚点，这就是为什么 MSA Y1 可以让角色维持一致。同时呢，它会有一个基本的场景列表，就是依照你的故事去做一个分段，然后还有规划。接下来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角色基准图。什么是基准图呢？就是角色的定妆照，正面、侧面跟全身。那我现在示范一次给你看，把这个提示词，那现在呢就是把你复制的提示词贴到你在使用的生图软体里面。那我使用的是豆包，因为它能一次生成4张图，而且是免费的，所以我最近都在用它。好的，它已经生成完成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角色定妆照。如果你有在看电影的幕后花絮的话，他们也会做相同的事情，就是为每个角色设定他的服装外形，然后会画成一个正面、侧面跟背面不同的角度的图。我个人的话会尽量选择有近景的，外加全身的，因为你之后在生成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近景的表情，也可能会用到远景的全身。那这张角色设定图呢非常重要，就是你之后如果要让这个角色出现在不同的画面里面，但是又要维持它的一致性的时候呢，就会是以这张为参考图、为基准图、为电图去生成其他的画面。什么是电图呢？就是给 AI 这一张参考图，让它去生成别张的画面。你可以这样想，锚点就是跟 AI 讲说这个人眼下有一道疤，电图的话则是直接拿照片给他看，跟他讲说这个人物长这样哦。2个一起用的话， AI 就比较不容易出错。那现在基准图有了，我们让 MSA Y1 继续跑分镜，所以就 key 继续，它就会开始继续跑。它会根据你的故事自动拆解成一个一个镜头，每个镜头都有描述、景别、角度、视觉焦点、情绪跟电图的需要与否，还有提示词。那它不会一次生成所有的镜头给你，因为那太长了，所以我们就是 key 继续，让它继续生成直到结束为止。现在它已经生成完所有的镜头，它告诉你说总长90秒的影片呢，它总共给你24个镜头。然后这份脚本都已经完成了。如果你有任何需要修改镜头，或者有新的故事想制作的话，你都可以告诉他。那如何修改呢？例如说我镜头写镜头8好，镜头8
想改成全景，适合吗？然后它就会给你建议，并生成新的提示词给你。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修改的地方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告诉他，或者你自己把这个分镜复制到 Word 里面，然后你自己手动修改也是可以的。那我之前有用 MSAY1 去生成过这个故事的分镜跟图片，我就挑几个给你们看。我当时生成的角色定制图是长这样，然后呢，我有把那个分镜扣到 Word 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修改。镜头1的话是金龙拉面摊的外观，这就是建立场景，让观众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这种没有角色的镜头呢，是不需要有电图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复制提示词到生图软体里面去，让它去生成图片。我那时候生成的第一张图，镜头1的图就是这个，它就是完整的呈现这个拉面摊的样子。镜头2是角色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眼前，莉亚她正在吃面。这种角色的镜头提示词中会有锚点，但是在生成图片的时候，你也要上传基准图，也就是角色基准图，我们刚刚那一张。那它生出来的画面就会更准确。那我那时候生成莉亚在吃面的画面是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这个角色脸并没有变换。镜头5呢，则是特写莉亚表情，因为他发现自己被追踪了，也因为是特写，所以在提示词里面有特别描述他的表情。这里是用 Frozen Experience，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表情会有变化。同时你也要上传这个电图，也就是角色基准图，让它生成的时候能更一致。就像这一张，我生成出来长这样，莉亚表情很惊讶的看着这个全息影像跳出来的 warning 警告。这些就是生成结果，同一个角色不同的镜头，但是脸都是一致的。我第一次跑图的时候，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系统给的提示词有时候需要手动微调。比如这个镜头原本提示词是这样，那我加了一些细节，然后让背景更具体，或者让动作更清晰，结果就会差很多。所以系统给你的是90分的起点，剩下的10分你就要自行去调整。好，流程跑完了，但你会问说，就这样吗？没有别的东西了吗？有，我有踩过几个坑，我现在分享给你。第一点，不同平台生成的结果会差很多，即便你用相同的提示词。我刚开始会混用不同平台生成的图片，结果是它拼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它的每一个画面它的质感跟它的风格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让你的整支影片看起来就会很杂乱。所以呢，后来我都改用同一个平台，只要是制作一部影片，就是用同一个平台，不会再去混用它。第二个坑呢，就是表情的部分。虽然说提示词有表情那个栏位，但是它有时候并不会把那个东西写到提示词里面，所以你自己在生成的时候记得要去检查一下。如果它没有加的话，你要给它自己加进去。第三个坑 ，AI 会猜错、会误解、会遗漏，所以我们人要自己检查。AI 并不是100%的准确，它可能会画错手指的数量，画错背景，甚至把你的角色的特征给弄丢了。所以每次生成图片的时候，你记得都要看一眼，或者是说在生成之前，你先看一下它的提示词的内容。如果它有漏掉，或者是有让你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你都可以自己进行微调。MSAY1 呢，它可以帮你省去90%的前置作业，它会帮你拆解故事、角色设定、世界观设定，然后提供你提示词，但剩下的10% 的灵魂呢，还是要你自己去填上。所以当你下次脑中有冒出一个故事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对一个空白的画面发呆，你就可以打开 MSAY1， 把你的故事输入进去。10分钟之后，角色有了，分镜有了，提示词有了，你就可以直接开始生图生影片。那个躺在你脑中好几个月的故事呢，终于开始动了。如果你已经买了 MSAY1 系统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它了。马上丢一个故事进去给他，然后让他跑一次。第一次一定会卡卡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在影片跟手册中都有详细的说明。那如果你还是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在下方留言栏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这套工具包的话，我快速的跟你说明一下里面含有什么。第一就是 MSAY1 大师级分镜师 Gemini Jin 的连结，就是我今天示范的这一套系统，你只要输入故事就能得到完整的分镜。第二就是 MSAY1 的新手教学手册，里面会告诉你说怎么输入故事，怎么确定角色设定，跟怎么使用电图。第三呢，则是新手教学指南的第1集到第3集。
第一集的话是教你说怎么把生成的画面变得像电影一样吸引人。第二集呢，就是跟你说怎么把文字故事转换成一个个镜头，让你的故事不再断片。第三就是教你怎么跟 AI 沟通，让你的提示词不会每一次都失败。这些加起来呢，就是等于我过去踩过所有坑，我都整理好了的笔记，然后告诉你。那接下来呢，我也会持续更新我的系统。已经买了这个系统的人呢，不需要再付费，他就可以直接使用新的系统。现在早鸟价是$49，之后呢会恢复原价$69，连结在下方资讯栏里面。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外加订阅我的频道，叫做隐隐陪你走。我是隐隐，起码我们要为自己而活，不是吗？那我们下次见，拜拜。